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个主题呢，叫 naive Bayes classifier。那用中文讲叫做这个 naive 要怎么翻呢、那个请先注意一下，naive 不是一个好词哦，就是你说这个人非常 naive，实际上是在骂他哦，说意思这个人白目，什么都搞不清楚哦。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表达意思，就是 naive Bayes classifier，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来进行分类。那如果你要说一个人天真无邪，不要用 naive，要用 innocent， 这是英文教学的部分不要用错词那 naive Bayes classifier，这个 naive 也不是英文，那应该是类似法文之类的那么我们就把它简称叫 NBC。那你要使用 naive Bayes classifier， 要使用 NBC， 有些 assumption 第一个 assumption 呢，就是所有的 feature 都是 independent。这边讲的很复杂，你看到 statistical independency， 一旦讲到 independent， 它的意思就是说，一旦是有几率的概念在里面的话，它就可以把它连成起来，就这个意思而已。所以各位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那所有的 sample 呢，也都是 statistical independency。所以发生第一个 sample， 发生第二个 sample 的几率，可以让它直接把它连成起来。那我们同时假设说，每一个 feature 呢，都有每一个维度，每一个 feature 呢，都有一个 one dimensional 的高轩 distribution 来控管。那有这些 assumption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产生它的 PDF 那它的特性呢，非常简单，非常 easy， 所以叫做 naive 非常直觉那虽然它非常简单，但是有时候呢，在一般的应用上面呢，也会 highly successful。不管前面这些很强的 assumption， 有些 assumption 呢，纵然它违反这个 assumption， 但是差一点也无所谓，你一样可以使用。那我们如果用数学来表示呢，其实用数学呢，其实是不容易看得出来你在做什么事情但我还是要先讲一下第一个呢，你把假设资料是在高维空间中我们比较容易想象是两维好了，你的资料都是两维，那你可以先看第一维的资料，找出它的 PDF， 再看第二维的资料，再找出 PDF。那 overall 整个两维的 PDF 就是在个别轴上面的 PDF 把它乘起来，就得到你要的结果。所以你就是 identify feature PDF by MLE for 1D 高选，这是我刚刚讲过，把资料投影到其中一维，然后找出它的 PDF 出来，然后再投影到第二维，找出 PDF。那我整体的 PDF 就会等于第一维的 PDF 乘上第二维的 PDF。假设有第一维一直乘上到第一维的 PDF， 这就是我整体的 PDF。然后在测试的时候呢，因为我要做这件事情呢，是对每一个类别都要做一遍。对第一个类别，我产生第一个类别的 PDF； 对第二个类别，我产生第二个类别的 PDF。那个别类别的 PDF 也都是在各个轴上面的 PDF， 一维的 PDF 把它乘起来。那最后我要找说，那我进来一点，请问我这一点是属于哪一类？那我就是直接算出它的 PDF 出来，还乘上它的这个叫 prior。prior 是什么意思呢？ prior 就是说你还没有任何资料之前，你就知道说发生这个事件的几率各有多高我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地震，你要预测地震。那你要预测地震，它的 prior 就是根据过去的资料，你可以想象，我这样写好了 ，PR yes 表示有 earthquake， 那几率是多少呢？你多少天发生一次有感地震？我猜大概100天吧所以发生有感地震的几率是1%。然后 PR no 没有有感地震的几率呢是99%。这就是我的 prior， 就还没有在做任何计算之前，我就知道说会有这样的分布情况。那我真正在算几率的时候，要把这 prior 带进来一起考量，因为我们在算 PDF 的时候，它并没有算到 prior 这一部分。我们待会看范例会比较清楚一点所以这就是分别在 training stage 要做什么事情，在 testing stage 或者叫 test stage 要做什么事情。我这边有写一个 quiz
抱歉，但今天没有考哦，直接跟你讲，今天没有考这个东西哦，所以不过你还是要知道，就是资料进来，你哪时候要做，你要做 training 要怎么做，做 test 要怎么做。哦，其实我这样讲完，恐怕同学们都还很模糊哦，我们直接看个范例会比较清楚。这个范例呢，我是直接从网络上抓到的哦，左边呢是它的所谓的 scatter plot 哦，就是这边代表它的，这边代表身高，这边代表体重哦。那这是因为外国人的资料哦，所以这个身高可以到达200公分哦，很高。体重呢很多都超过100公斤哦，外国人 size 比较大一点哦。那红色代表男生的资料，蓝色代表女生的资料。那这边事实上这边资料是非常丰富，总共各有5000个人。所以男生有红色点5000个点，女生有蓝色点5000个点，然后打在上面，你就可以看出来。那势必你可以想象，就一定会有重叠的部分嘛。因为有些男生也会比较矮一点，或比较瘦一点；有些女生可能比较高一点，比较壮一点，都有可能哦。那为了给你这个资料呢，你要造出来它的几率密度函数。那一种简单的做法呢，就是我把它投影到 x 轴和投影到 y 轴。哦，那对于蓝色这个女生来讲，你看想象你投影到这上面来，有没有？所以就得到一个几率密度函数，可能是类似这个样子。这个就是这条曲线哦。那投影到 y 轴来也是一样，你可以长出一个几率密度函数。好，抱歉画的不是很好，是这样子。那这条曲线呢，就会是这条曲线。我就把它分别投影到 x 轴和投影到 y 轴，我就画出2条曲线。所以这个是在 x 轴上面的 PDF， 对于女生这一类，所以是 one dimensional 的 PDF。那是发生在这边是身高，这边是 height 这边可能写的不是很清楚，这是身高，我写上去好了。然后这边是体重。所以我就把女生的 PDF 放在这边是身高，它的 PDF 长这样子。女生的资料的 PDF 放在体重，长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画出2个 PDF 出来。那所以给我任何一点，那它属于这个 PDF 的几率就是身高的 PDF 乘上体重的 PDF， 那就是属于这个类别。它的几率是有多高？注意，当然在这里不是几率，有时候我讲的时候，各位要听的时候要稍微加上你自己的 filter 哦。它的是几率密度，算出来都是几率密度，那2个几率密度相等，几率密度越高，表示它越容易属于这一类哦。那同样的，对于男生也是这样，我把它投影到 x 轴在这里，然后就产生一个几率密度函数，类似这个样子，这条曲线就在这里。那投影到 y 轴在这里。那几率密度函数就是这样长出来，那这条曲线就是这一条曲线。那你同时，因为这边都是身高嘛，这边是身高，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女生身高在这里都比较低一点，男生身高比较高一点。那这里是体重，这边也是体重，所以女生体重比较轻一点，男生体重都比较多一点，比较重一点。所以这就是naive Bayes classifier 它用的基本概念就是我可以把它投影到各个维度，各个维度产生 PDF， 各个维度的 PDF 相乘，我就得到说，那这个 class 的 PDF 就各个维度的 PDF 直接连乘起来。那进来任何一点，我就比看看哪边的 PDF 比较高。当然我前面数学时还有乘上一个 prior。那假设对于这个男女资料来讲呢，它出现男生和女生的几率是一样的，那我就直接去算属于男生的 PDF 有多高，属于女生的 PDF 有多高，那我一比就知道说，我这个资料点应该属于哪一类。这就是用，这就是naive Bayes classifier 的基本概念。那我这边特别把我 MATLAB 的程式码列出来给各位看。那这边你要使用这边的程式码的时候，记得你要 include，把那个路径加到你的 search path 里面，把 machine learning toolbox， 那个 toolbox 你直接从我网页上就可以看到，你可以把它下载回来，那就可以直接跑这段程式。那这边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各位的第一个作业
碰到问题就是利用这个 machine learning toolbox 来做一些分类的动作，哦，就是可以先做 training， 再做 test， 或是做所谓的 evaluation， 哦。这边第一行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PR data，PR 指的是 pattern recognition， 哦 ，PR data 产生你要的资料，哦 ，gender， 你给它 gender 给它，它就产生一个 data set， 这个 DS 就是 data set 的意思。那么 DS 我就直接把它送到 DS scatter plot 画出来，就是这个图。好，那接着呢，我开始呢 NBC train， 哦，注意我这边 NBC 就指的是 naive Bayes classifier， 你会发觉我用很多简称，哦，像 naive Bayes classifier 就是 NBC，NBC train 就是进行训练，把 DS 送进去，那 DS 就包含里面所有的资料。哦，如果你有兴趣知道 DS 里面包含什么东西，你就在 Meta 里面直接打 DS， 它就跟你讲说 DS 有几个单位。第一个是 input 的每一个值行就代表每一个资料点，哦，但是这里每个资料点都是2维的坐标。那这边总共有10000点，所以就出现它的 input part 就会出现2乘上10000的矩阵，那每一个值行都代表一笔资料。哦，那 output part 呢，就是会出现1乘上10000的一个向量。那 output 里面呢，就是1或2，代表它的类别，第一类或是第二类。哦，那你把它丢到 NBC train 里面呢，它会跳出，它会产生什么东西呢？它会产生 NBC 的 parameter， 它的参数就出来了。naive Bayes classifier， 它整个 identify 参数就全部塞在这里面。哦 ，log like 这个是 log likelihood， 它可以算出来每一点的 log likelihood。recognition rate 就是它训练出来完以后，把这些点再重新丢进去，它的辨识率有多高？哦，然后 hit index 就指的是算对的是哪几点，那没有在 hit index 里面就是算错有哪几点。哦，很快就把所有资料全部吐出来给你。那你可以呼叫另外一个函数叫 NBC plot。啊，我要画的是什么呢 ？1D PDF， 一维的 PDF， 所以就画出右边的这个图，就全部画出来。所以呢，可以让你很快看到到底这个资料是怎么分布。哦，那你会看到我这里乱七八糟画了一堆一点在上面，这个点哦，其实只是要让你知道说它点分布的密集的情况。它就找一个区间，比如说0到0.，可能是0.06吧，0.06之间，然后就把点哦，它的 Y 轴是任意选的，那 X 轴呢就根据它实际的值就把它打上去，所以你看到中间比较密一点，旁边比较细一点。只是让你就大概知道说这个点的密集的程度有多高。哦，如果我全部打在一条直线上面，你会看不出来，因为它就密密麻麻，所以稍微把它拉开一点点，那你可以看出来它在集中在哪一个部分。那么你可以，既然是 PDF 是等于2个在 X 轴和 Y 轴的 PDF 相乘嘛，你可以把它的 PDF 在2度空间中把它画出来，抱歉，在3度空间中把它画出来。那画出来呢，你就会发觉，好，这是 class 1， 这是女生的资料 ，class 2这是男生的资料，然后我们把它等高线切出来，你就知道等高线分别在这里。好，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是由 X 轴有一个 PDF，Y 轴有一个 PDF， 把它乘起来嘛，所以画出来的等高线呢，都会是一个椭圆形，而且椭圆形的横轴和纵轴都会和坐标轴的 X 轴和 Y 轴会直接成平行。它的在 X 方向轴会跟 X 轴平行，在 Y 方向轴会跟 Y 轴平行，所以呢就画出来很漂亮的椭圆形在这里。那这要特别说明，因为它的产生是由于在 X 轴有一个 PDF，Y 轴有一个 PDF， 把它乘起来得到结果，所以会发生这样的现象。那最后呢，我们把它的 decision boundary 画出来。你会发觉它切的其实不是很理想，有没有？它就这样一刀把你切开来。但是如果你用人来画，你觉得你的 decision boundary 会画在哪里？如果以我来看的话，应该是比较像斜的嘛，对不对？应该是比较像，我看这个样应该是这样才比较像我的 decision boundary， 是不是？这样把它切开来。但是就是因为它的 model 有它的局限，所以呢，它最后做出来的结果是类似这个样子。那这个样子效果其实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其实画图就很容易看出来说，可能还可以做得更好。那怎么把这几个图画出来呢？一样，这 MATLAB code 都在这里，也是这样把 DS 抓出来，
然后 NBC train 把它训练一下，把参数找出来，找出来之后，我画 NBC plot 有没有？这边用的是 2D PDF，2 dimensional 的 PDF， 所以就把 1D 把它乘起来，就得到2 dimension。左边那个图就出来了，然后右边是画的是 decision boundary， 把那个 decision boundary 不但把点打出来，然后把 decision boundary 也把它画出来。那这样的资料集呢，其实是太简单，因为你看得到东西，任何东西你看得到就会变得很简单。但是因为只有2维嘛，只有身高体重，我如果再加上其他的东西，身高体重、头发长度、3维体脂比各式各样资料全部丢进来，你就发觉每一个人等于说比如说10度空间中的一点，你根本就看不到这张图。那这时候你怎么知道他做的到底好不好？那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分类器到底做的好不好？有没有更好的分类器？那个有时候就，尤其在高度空间中，你根本是看不到。那时候就有时候是要靠 try and error 去试这件事情。好，所以这是 NBC classifier。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范例，这个范例呢是 Iris dataset。我们上礼拜不对，上礼拜也讲过 Iris。Iris 就是鸢尾花。那鸢尾花我们的资料集呢，实际上是有150朵的鸢尾花，那每一朵抓4个 feature， 然后要分成3类。但是这边只是为了跟你讲说它产生的效果呢，所以我4个 feature 里面呢，我不看前面2个，我只看后面2个，因为我从之前的图画出来结果，我知道后面2个比较有鉴别力，所以我们只看后面2个。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我这边也是产生 DS。在这里是 Iris 产生完以后，我第一类 input 呢只抓第3维跟第4维，在这里，只抓后面2维，我前面2维我就先不要了，把它踢掉了，我不看了，这样才能够把图画出来。那我 scatter plot 就把资料画出来，所以你可以想象这边是一类，这边又是一类，这边又是一类。那一样，我把它投影比如说这边投影到 X 轴可以产生一个几率密度函数，投影到 Y 轴也可以产生一个几率密度函数，那就是分别是 X 轴和 Y 轴几率密度函数，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也是这样，这里可以产生一个几率密度函数在这里，那这是这条曲线，在 Y 轴上面也可以产生一个几率密度函数，这个就是这条曲线。你可以看我颜色是对起来的，为了让你看得清楚。所以蓝色对到蓝色，红色对到红色，绿色对到绿色。那这时候呢，我就可以开始算它的整个 2 dimensional 的 PDF， 就直接把这2个连成起来，这2个连成起来，就可以得到在3度空间中的几率密度。所以得到结果，最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抱歉这个图比较小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把这段 code 贴到 Matlab 里面，直接跑出来，你就可以看到结果。那这边是第一类，它的 PDF 长得是这个样子，资料只有在这么一点点。这是第二类 ，PDF 长得是这个样子，资料是在中间。这第3类，资料是在右上角，所以分别满足这边有资料，这边有资料，这边有资料，分别对应到这3类。那这边比较有趣，这个我上次好像讲过，就是我把算错的点打出来所以这边有3点错，这一点是绿色跑到红色的范围，这2点是绿色跑到红色的范围里面去了。那这个是红色跑到绿色范围里面去了，这2点也是错的。但是这一点比较特别这一点我上次讲过，这一点是绿色，但是在绿色的范围里面它却被打一个叉。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是打叉，是因为它有2点，红色和绿色刚好叠在一起，那里面有一点红色被埋在绿色下面，所以它打叉是因为跟你讲说那一点分错，并不是表面这一点分错，表面这一点是 OK 的，但是被压在下面那一点是分错的。所以也是要利用下面这个方式，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料全部画出来。所以这就是用 NBC 用在 Iris dataset。好，它的优点跟缺点。优点，计算得很快。你就资料直接投影到某一个，看有几维，有10维的话，投影到10维 ，PDF 立刻算出来，那算10次，这个 class 的整个 PDF 就出来。那它比较 robust 连 QC， 这是 quadratic classifier， 这是我们下一个要讲的分类器。
那它缺点呢？这是一个最大的缺点在这里。哦，这个缺点呢，就假设如果资料不是集中在一起，而是散开在2个地方，那你就死掉了，你就分不出来。哦，我画一个简单的例子哦，假设有一笔资料是这个样子，这是叉是一种类别，然后圈又是另外一种类别。哦，这种资料就会死掉，因为你这个叉的资料呢是包住圈的，所以呢，你如果算 PDF 呢，这个叉的资料 PDF 在 X 轴上面是这个样子，会整个把它包起来，在 Y 轴也是这个样子，会把它包起来，那这个整个就会被包在里面，它就会出现一个错误的结果，很容易产生错误。所以呢，这边特别讲 bimodal data，by single model 就是说只有一个最高点，那全部集中在一起 ，bimodal 就是散开来有2个最高点，那碰到这种资料它就会死掉。然后这个 class boundary not as complex as use quadratic classify， 这个下一节会讲到。所以这是最大的缺点，碰到 bimodal 它就死掉了，就永远做不出来，就不能讲永远做不出来，就做不出一个没办法产生一个好的结果。quiz， 但是今天不考，因为还有其他更好考的东西。但是我写这边不考，其实也是很重要啦，我才会列出来，表示说它的还是相当重要，各位需要了解。好，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这个 NBC 介绍到这里。